Radio， 欢迎收看魔宝龙新一期视频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壁垒的英雄排名。虽然魔宝龙非常不喜欢壁垒这个派系，但是新版本的壁垒我都看不下去了。现在壁垒的英雄质量实在是太差了，平均分和地狱都没法比。如果要排倒数前10的英雄的话，壁垒至少能占3个。之前我就说过，壁垒单靠大地人马这个脆弱的运行模式，早晚得爆雷。新版本要是再玩这一套的话，可能被电脑暴打。但问题是，壁垒只能玩这套，别的玩不转。壁垒的德鲁伊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发挥。马洛迪亚应该是目前版本当中所有英雄里面的倒数第一。首先，幸运树这个技能在目前版本里面就是最烂的一个。马洛迪亚开局带着咱不说，关键是他的特长是幸运之神和幸运树冲突了。毫不夸张的说，幸运之神这个魔法就算是我的部队运气-3，我也不会考虑释放。你说法师特、西利卡再烂，人家还是个兵种特。兵你可能不会买，但是你买了的话，他们不至于是个白板。真正从头到尾称得上白板的只有马洛迪亚。更加难能可贵的是，这个万囊废新版本里面没有任何的进步。第15名，疗伤特尤兰德。关于疗伤特新版本什么表现，咱们在上期港口视频里面已经介绍过了。真要用疗伤来奶人的话，完全不如买个急救帐篷。像这种疗伤特增加的数值就算是非常的高，但是它也依然不能复活友军。真正需要大量回血的高级兵，疗伤特的加成也非常有限。你把尤兰德这个特长当成白板，实际上也可以。好在这位老爷爷开局带个弹道术，所以说他还是强于马洛迪亚的，排到第15名。第14名，克洛尼斯。和前面2位豪杰相比，他不至于是个白板，但是他至少有 95% 的时间是个白板。屠戮成性的特长只有在你前期下龙国的时候，给你的输出主力套上一个，它才能勉强派上用场。加成的数值非常多，但是你没有火系的话，它只能对龙生效。也就是说，真要发挥上限的话，还得学个火系。下龙国的时候，给你的战斗矮人套上一个，也就这点用了，除此之外可能是毫无作用。玩德鲁伊你是基本学不到火系的，所以说你就不用再妄想能够发挥上限了，它也就只能下龙国。虽然屠戮成性这个魔法确实是个没出家东西，万能废，但它至少有个学术可以当一个副将。第13名，库姆卫斯特罗伊德。讲一个新版本的笑话，新版本的阿德拉什么都好，就是开局歪了个外交术。原版的大主教什么都好，就是开局歪了个学习能力，倒反天罡了属于是。现在外交术打个随机图的话，不仅所有野怪都问你要钱，而且呢你付钱之后只能加入一半，就算壁垒有金库也经不起这么造呀。打个小电脑的话，外交术目前的排名大概和上一个版本的学习能力差不多。领导术呢排名也是直线下降，这就使得罗伊德开局歪了2个技能。然后再来说一下他特长的老术的攻防放在4级兵里面都算低的。罗伊德的库姆卫士攻防加成在所有兵种特里面属于最低的一档，他在25级的时候大概能给老术加9点攻击12点防御，这个数值比小怪物特的怪物还是要多一点点。开局技能歪了2，老术不是很重要，加成的也不多，好在后面有3个近似的白板，所以说罗伊德排到了第13名。第12名，矮人特尤弗瑞丁，目前4大天王里面的倒数第一。如果把招魂术去掉的话，那就是强哥倒数第一。首先矮人的机动性就非常的差，尤弗瑞丁开局还没有人马大帝，人家罗勒雷开局的鸟能带20个，老匹的蝙蝠也能接近20。技能方面，干扰加幸运也是完全不如侦查和神秘，和罗勒雷比的话，幸运不如领导，干扰不如侦查，就算他开局带接近20个矮子也比不过那2位，更何况他开局的矮子实在是太少了。真的，新版本就算我这种不喜欢壁垒的都看不下去了，求求深渊号角制作组了，你把壁垒初始兵力给整得多一点吧。讲到这儿要给大家读个评论，龙哥，你上次给我推荐的望舒心的肩颈按摩仪，我爸还有妈还有我奶都特别喜欢，春节期间每天都在用，这不我想给我妈再搞一台，送给我姥姥姥爷，你这边还有优惠券吗？有啊，优惠券管够啊，他们家的这个按摩仪性价比真的是相当高，优惠券到手价才只要279，真的是所有品牌里面性价比最高的一个了。兄弟们，如果你们家里长辈肩颈脖子有酸有胀的，这不马上妇女节也到了，你们真的可以考虑买一台，买回去孝敬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。按摩仪对老人真的是特别有需要、特别必要的。为什么呢？现在上了年纪的长辈的肩颈是不是经常容易酸痛、容易僵硬、容易难受，包括腰也不好什么的？这个按摩仪不仅仅能按肩膀和脖子，还能按腰按腿。
要是家里长辈肩膀脖子酸痛难受，经常要去按摩店中医馆的话，你们就买这个就好了，买一台放在家里，让他们每天用一用，按一按，按完以后肩膀脖子就会轻轻松松舒舒服服，这样他们也不用费劲跑去按摩店按摩了，也不用担心他们得颈椎病、肩周炎、富贵包。所以说兄弟们，如果你们还没买的，就趁他们这么便宜的时候赶紧冲，我真的推荐很多次了，这确实非常好用。这个按摩仪的性价比也是相当的高，也是相当好用的。第11名，鹰眼特马尔凯姆。根据咱们排名的规则，鹰眼特都是定死了60分，有的派系鹰眼特能排到倒数第一，有的派系它差点进前10了。新版本的壁垒除了用小丑2个字之外，我找不到任何的语言来形容。本来按照我的排名的话，马尔凯姆应该第10名的，但是咱给壁垒一点面子吧，就算目前版本的鹰眼特能够在本组里面进前10也是足够的滑稽。人家马尔凯姆虽然是个鹰眼特，但是人家开局有魔法神剑，论开荒的话是绝对要比第10名杰塞尔强的。杰塞尔这个英雄包括之前的索格灵，基本上只能在 BT 图里面叫唤叫唤。不可否认的事实是，即使在上一个版本，他们也不如钢板特。要塞的泰泽现在什么排名大家懂的都懂，钢板特开荒能力差，好歹有防御术，还能少死2个兵。杰塞尔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没有任何开荒能力。要说后期呢，壁垒是出了名的前期猛，后期疲软，水土不服，外加大环境不允许，实际上杰塞尔是拿不到及格分的。大家想象中的把敌方力量降成1点的壮举，大多数时候也就只能想一想了。第9名，智利特艾丽莎。很多朋友为新版本的钢板特感到惋惜，实际上智利特才是最吃亏的人。本来智利就砍了，而且现在节奏加快，智利也有了大多数时候可以平替的神秘术。只要你不玩到大后期，神秘术强于智利那是肯定的。游戏里面强大的法师职业，比如妖术师，比如术士，再比如亡灵巫师、元素城的元素使，他们里面没有智利特，偏偏是女巫、德鲁伊、异教徒这种公认的垃圾职业，智利特那是人手一个，先天营养不良了属于是。接下来的3位英雄取决于你玩壁垒的时候出不出绿龙。如果你跳过飞马独角兽直接出绿龙的话，那么飞马特还有独角兽特就成了不存在的兵种特，孟菲拉能排到第6名。但如果你还是飞马加独角兽，绿龙现在就算是能出你也不出，那孟菲拉是不如那2个兵种特的。人家要塞可以前期可以后期，所以说有个钢板是完全可以。你壁垒是公认的没有后期，考虑到玩壁垒前期要换家，所以说孟菲拉的领导术就不再作为减分项。综合来看的话，比泰泽要厉害一丢丢，但是你把它扔在要塞也是妥妥的第2桌，完全上不了第1桌。如果现在你跳过飞马和独角兽出了绿龙的话，那么飞马这个兵种你是彻底出不来了。既然出不来，那么爱丽丝就和地下的西里卡、塔楼的塞德洛斯一样，成为了不存在的兵种特。飞马的攻防在所有的4级兵里面是最低的，加成少不说，爱丽丝还是个德鲁伊。上一个版本飞马你是非出不可，所以说爱丽丝的排名还说得过去。新版本如果你先出绿龙的话，那它确实上不了第1桌。好在它有侦察术，可以当一个副将，排名在矮子王上面没问题。壁垒之前埋的雷实在是太多，你正常打的话，在家里憋绿龙效率完全不如开局换个家，并且绿龙这个兵种就算是你提前出了，它的效果也完全比不上赤龙。可以说在目前版本里面，你速出绿龙还是人马大帝上限已经锁死了，并不会很高。新版本的壁垒如果问我什么意见的话，我是倾向于你别玩，真要玩的话那就人马大帝试试看吧，荒先开着，然后再出飞马和独角兽。看到这里大家想必也明白了，新版本这些壁垒的兵种特完全不如现代的地狱。除了伊沃之外，你把地狱的纳美斯放在这里也是吊打其他兵种特。无论你出不出绿龙，克兰的排名应该在爱丽丝前面。虽然这个大光头的技能数非常恶臭，开局还歪了个干扰术，独角兽的攻防也并不是很高，尽管它是一坨大便，但是开局还有个驯鹿术，凑合来吧。这3个英雄前提不同，排名也不同。最后基于我不出绿龙的前提的话，孟菲拉第8名，爱丽丝第7名，克兰第6名。第5名寒冰特艾拉格。怎么办呀？这种英雄能排到第5名，我也很无语。现在法术特的加成算法比之前提高了，魔力也加强了，壁垒也算是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法师，这一点上还算是一个小进步。目前来看的话，他有魔力，然后再加上特长加成，艾拉格的霹雳寒冰终于干得过霹雳闪电了，并且德鲁伊出水出土的概率实际上并不低。目前版本你选一个艾拉格开局的话，节奏是不错的。说完了优点，咱们再来说一下缺点。
根据这个公式的话，它的霹雳寒冰炸高级冰要想超过霹雳闪电，起码也得15级往后了。它的特长充其量也就是炸低级冰，和工厂的真正雷电法王齐夫相比，那是完全不如。没办法，这已经是避雷数一数二的好法师了。第4名急救特珍妮。如果你不想人马大地一条路走到黑的话，你就选珍妮。珍妮在目前4个急救特里面是倒数第一，原因很简单，前期没有一个相对较肉的兵让你急救，要塞人家速出飞龙，城堡人家骑兵出的也不慢，工厂人家可以奶杀虫。至于壁垒的话，前期带出去打仗相对较肉的只有一个独角兽，但是现在问题来了，这3个兵出的都比你壁垒的独角兽快。还记得我拍戏介绍的时候是怎么评价独角兽的吗？那是一个靠性价比吃饭的，而不是靠强度吃饭的兵种。不奶独角兽的话，你奶谁呢？奶金龙。虽不失为一个思路，但是呢也着实杂技。可以说壁垒新版本的表现完全不让人意外，他和老痞现在变得很强，一个道理，全部的伏笔在之前已经埋好了。除了奶金龙之外，升到高级急救术的时候，大概能给友方的大帝提高2点生命值。前期打架的时候，你的大帝能够少损失几个，大帝死得慢点，然后换家，然后发育，还是这个思路。既然还是这个思路，那么你就不如选个凯琳，人家凯琳有后勤，或许可以极限偷家，用不着攻城。壁垒极限快攻需要的是什么呢？需要的是金币。所以说目前版本里面杰诺娃排到第3名应该是毫无疑问。壁垒出去打仗的话大概是这样，一场仗下来精兵全部死光了，新兵一个不死，死的都是人马大帝，老树和矮子是安然无恙。这种军队是注定打不了持久战的。新版本不能叫泰泽的冬天，应该叫壁垒的冬天。深渊号角所有的改动都是基于 PVP， 从绿龙可以速出来看，壁垒之前应该是偏弱的，改了之后 PVP 咱不知道， PVE 好像没有什么变化，英雄还是个顶个的抽象。与其选一个抽象的英雄摸索道路，就不如选一个金币特，至少他的特长是实打实的。第2名伊沃，我已经重复好几遍了，把这个大帝的数量恢复到原版数值吧，实在是太少了。现在的伊沃别说是和维斯特相比，和卡尔相比也只是上限比卡尔高，强势期和稳定性都不如卡尔，后期就更不必多说了，你的大帝都死光了。玩壁垒的话，你的大帝前期偷家换城全死光了，非常的心疼。壁垒的强势期会随着大帝的大量减员而结束，并且大帝只是输出比较高，他的攻防非常糟糕。原版的话喜欢伊沃主要是开局的大帝非常多，真要在壁垒找一个全能型战士的话，那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凯琳。目前来看壁垒的老本已经非常薄弱，但好在他还有国之栋梁凯琳。论前期他有剑术，配合大帝非常恐怖，论后期后勤特的威名无人不晓。现在玩壁垒的话大概还是我们仨，伊沃、凯琳、杰诺娃。像毛暴龙这种非常不喜欢壁垒的玩家都对壁垒感到惋惜，那些非常喜欢壁垒非壁垒不用的玩家看到新版本的壁垒，那种感觉大概是我还是回去玩原版吧。新版本如果你玩最高难度的话，大概塔楼都能2周起小巨人。至于发育最快的据点，它能在2周之内造出城堡还有1到7级兵。现在要是想壁垒快攻的话，除非第1周把敌人的城抢下来，第2周还能掰掰手腕，到了第3周大概你的人马大帝连对面的地狱都打不过了。为了这期视频，我又测试了很多随机图的模板，发现现在深渊号角的随机图似乎要比原版更加的堵，冷不丁的就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野怪堵住道路，如果不堵的话那更加致命，在你找到敌方城池之前，对面可能先顺着路来把你灭了。这就是壁垒新版本的最大输家。看到这儿的朋友为曾经的快攻派系投2个币吧。咱们下期讲讲没有槽点的要塞。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谢谢朋友们。兄弟们，这个按摩仪还没给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买的，趁着优惠到手价才270多，赶紧去买，闭眼买就好了。它真的是特别有用，特别有效果，每次按完肩膀明显轻松很多，售后也很有保障，1年内坏了还可以免费换新。兄弟们还没买的，你们就别犹豫别纠结了，赶紧冲吧。